胸和屁股，之前谁说的是硬的？这不是软软的吗？这个是不是不能播啊？远一点应该可以。还是一期2个月前录的内容啊，继续炒冷饭。不过《死侍3》的热度啊也是真凉了，叫卖2礼拜，出场3分钟，这就是女死侍在上映后的尴尬局面。HT 还故弄玄虚，营销出个神秘人物优先购买，真的会写。外盒设计啊，还是和我们普通的这个死侍设计元素是一脉相承的。说好听了呢是一脉相承，其实是偷懒至极。虽说有镂空半透明的狼爪设计，但还是掩盖不住美工偷懒设计刻板的流水线审美。抽出我们透明大开窗的这个合体之后呢，就能看到这个人偶的细塑包装。内盒的背面呢，也是一个狼爪伸出死侍的专属 logo 的这么一个设计标志啊，然后下面还是我们女死侍的这样的一个玩具照片的剪影。手型特别多啊，2、4、6、8、10个可替换的手型，加上本身原来2个，一共是12个，3副可替换的眼睛的造型啊，这也是死侍玩具的一个特点。2把乌兹枪，2把那个刀，甚至还有一只小小的这个 Dogpo 狗屎式。先来看刀有涂装，它上面是带磁吸的。电影里面把刀改成了爱德曼合金，对吧？现实中的玩具呢，把刀全都改成了塑料。快速的除掉手脚膜，你就会看到女死侍的主体啊。戏外的亮点呢，就是女死侍是瑞恩老婆演的，对吧？然后戏里呢，她也没有露真人头。材质和死侍的材质是一样的，这个皮不光是它身上的这个战衣的材质，包括它甲啊、手啊各方面的材质几乎都是一致的。乌兹枪2把，乌兹枪是磁吸的，现在 HT 也开始使用大量磁吸件来做配件和主体连接的这样方式，还蛮紧的呢。手型的多元化是这一只女死侍的一个亮点啊，但是说实在的，她在剧情里并没有特别多的浮夸的表演，对吧？就是看到死侍就干嘛。所以这些手型其实也是 HT 根据男死侍的这个情况臆想出来的啊。它有一些还蛮黄色的手势，就比如说这样。这个是不是不能播啊？远一点应该可以。不戴眼镜的死侍狗。可惜第一台用了我最不喜欢的弯管加腰支架，不过在 HT 不断偷工减料的加持下，弯管的底座也可以轻松拆下，换成其他样式的支架。但是现在的 HT 啊，每打开之后就有一股很大的味儿，塑料味儿，这是之前很少碰到的，现在基本上开了就是很大。确如很多人所说啊，脖子做的有点长，头做的有点大，跟男死侍是一样，也是双关节可动啊，不再是一体化的设计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可以让它的这个脖子的这个弯曲幅度更大一些。还有一个亮点呢，则是它的羊毛直发。羊毛直发，这个羊毛还有一股非常清香的摩丝的味道，就是定型水的味道。胸和屁股，之前谁说的是硬的？这不是软软的吗？难道是它的触感有问题吗？当然了，人家也因为是模型嘛，它不可能做得很软嘛，它一定是会有一定的硬度来支撑它的这个造型的嘛。所以我觉得要求也不要太高。现在这个类似于像死侍或者是蜘蛛侠这样的胶衣，它明显比之前的材质更薄了，更纤薄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碰到这样的东西，我真的是很不敢去弯它。螃蟹手的控制也很不错。待会儿我就说吧，他们对于缝线的这个技术有所提升啊。你看现在它这个侧面的缝线也没有特别难受了。HT 一定是对它的缝线技术进行了一些大改造啊！你看它现在侧面的这个缝线啊，也不是特别糟糕了啊。确实能在这款女死侍身上看到 HT 胶衣技术的炉火纯青，面料变得更薄，胶件腰带细节精度也有所提升，武器挂配上也用了比较流行的磁吸方式，加上一直以来混合材质拼贴的运用，在1:6比例的胶衣上，不敢说是遥遥领先，也还算是技术过硬吧。比如说腋下部位的改进，从一体式改为了分体式，袖管腋下拼贴在了一块用作内衬的弹力材料上，身体部分的胶衣则像外衣一样穿在外面。分离设计极大增大了手臂的平举角度，也避免了早年一抬手臂就撑大服装的尴尬，看上去像一只大蝙蝠。当然啊，受限于材料，胶衣拉伸变形的问题啊依旧存在。
在拼接和缝合工艺上面，显然 HT 对这样的交易也是动足了脑筋，而且像裤子啊、衣服之间的这个缝合点啊，都是做了一些改进啊，能让腰带把它挡住，包括你这个裤子上面的这个缝合，也是很难像以前那样，就是很显而易见，就是能看到说它的这个缝合上的一些小的纰漏啊，现在是很难再去找到这些小瑕疵了。那么素体这一块呢，我觉得他们女性素体这一块也是得到了一个增强，因为在前2年稍早出货的这个阿索卡和博卡坦呢，这些女性素体的这个腹部啊和臀部之间是没有可动性的。那么显然这一个女死士是可弯的，它是有可动性的，说明在素体上也是有所增强的。总体上来看呢 ，HT 对于玩偶的这个制作工艺呢，还是在不断的精进的，这一点呢还是令人欣慰的。唯独这一款呢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在于它的头可能做的稍微偏大了一些，以至于就是显得有点像个大头娃娃，这个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哪怕有头发这样的遮掩，它也是显得稍大了一些。影片最后呢，再借此吐槽几句。不得不说 HT 这一把操作真的是骚，以至于这一款女死士先是被酱油戏份打压了销量，再是被黑神话悟空抢走了流量，只有黄牛们还在努力抢购，奋力甩卖走量。海鲜市场上甚至一度破发，就算不看角色热度，哪有一款通贩大货是先现货后预定的呢？现货都卖不完，还开预定，只能说 HT 要么是高估了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力，要么就是高估了玩家的超能力。幸好有这么点吐槽的东西，要不然这盘冷饭也炒不下去了。